梦中，当我以伟大种族的身份生活时，我得知了他们唯一害怕的敌人——盲目者。那些存在太过恐怖，连伟大种族都将他们视作禁忌。根据一些残缺不堪的信息，那东西在6亿年前支配了地球及太阳系的其他3颗行星，是半水螅状完全抑制的食肉性生物。这个种族的肉体只有极小部分是物质状态，没有任何翅膀等飞行手段，却能在空中飞行，没有视觉，因而他们的精神世界是一系列怪诞非视觉的概念的集合，连伟大种族都无法与他们交换精神。这些生物来到地球后，用玄武岩建造了无床高塔组成的宏伟城市，残酷的猎捕所能找到的任何生物。也就在那个时期，伟大种族的精神穿越虚空来到地球上。他们发现诱发雷电的装置对这些盲目者有效。经过一场鏖战，虽然付出了许多牺牲，但伟大种族终于击败了盲目者，并将他们赶进了那些与他们居所相连，已经成为栖息地一部分的地底深洞。随后，伟大种族封堵了那些洞穴出口，并将他们留在地下听之任之。但1万年之后，一些邪恶的征兆开始隐隐浮现。伟大种族的某些偏远城市，以及某些没有伟大种族居住的荒废古城里，零星地发生了一些骇人听闻的入侵事件。因为在那些地方，通往地底深渊的入口并没有得到妥善的密封和看守。后来，伟大种族采取了更加严格的预防措施，并且永久地封堵了许多前往深渊的通道。或许是盲目者的入侵给伟大种族造成了深深的恐惧，使得他们绝口不提那些生物的模样，仅仅有些含糊地描述说他们有惊人的可塑性，能够短暂隐形，甚至还可以操控强风，以此作为武器。其他的还有口哨般奇特的声音，有5个圆形角质的巨大足迹等等。将精神投射到各个时代不断调查后得知，伟大种族将会在某个既定时间遇到盲目者的毁灭性打击。为了逃离这一命运，只能将种族中特别优秀的个体精神投射到未来。因为当下一批记住人类消失后出现了甲虫生物开始兴旺繁荣时，那些盲目者就已经彻底灭绝了。虽然恐惧让伟大种族封锁了与那些东西有关的一切内容，但他们依旧小心地警戒着，并随时准备使用那些强大的武器。这股不可名状的恐惧如阴影般永远笼罩着被封死的暗门与古老的黑色巨塔。我很幸运地得到了密斯卡托尼克大学的支持。我们没有向媒体公开此行的目的，因为小道报纸可能会拿这件事大做文章。与我一同前往澳大利亚的人员有密斯卡托尼克大学地质系威廉戴尔教授，古代历史系费迪南阿什利教授，人类学系泰勒弗雷伯恩教授，以及我的儿子温盖特。与我通信的麦肯齐于1935年年初来到阿卡姆，协助我们完成了最后的准备工作。1935年3月28日，我们乘坐列克星敦号蒸汽轮船从波士顿起航，跨越大西洋和地中海，穿过苏伊士运河后，向南经红海跨印度洋抵达目的地。波伊尔博士接待了我们，他是一位和蔼可亲、充满智慧的老人。我们一行18人终于颠簸着踏上了遍地黄沙和岩石的土地，一种混杂着不安与期盼的古怪情绪在大多数人心中蔓延。5月31日星期五，我们涉水渡过德格雷河的一片浅滩，进入那片荒凉的不毛之地。6月3日星期一，我们见到了第一块半埋在黄沙中的石块。这块碎片来自远古的巨石建筑，无论从哪个方面看都酷似梦境中构成建筑物墙壁的石块。我无法用语言形容在客观真实的世界中触碰到它时的纷杂感受。石块上有清晰的刻痕，我认出了曲线装饰图案的一部分。多年折磨我的噩梦和令人沮丧的研究使得它在我眼中显得无比恐怖。我的双手不由得颤抖起来。我儿子温盖特常常驾驶飞机飞到不同高度搜寻这片荒漠，寻找那些有着模糊轮廓的巨大物体，包括地面的起伏变化以及散乱分布的巨石，但没有得到任何有价值的结果。流沙被风吹动，沙漠的景象会随之改变，就算发现了什么线索，第二天也会像幻象一样消失不见。7月份的第一个星期，我突然对东北方的那片区域产生了一种难以描述的复杂情绪，混杂着好奇、恐惧，还有一种令人困惑的错觉。我仿佛记得那个地方，我养成了深夜在沙漠独自散步的习惯，
而这股情绪总是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我，驱使我往东北方走去。时间来到7月17日，当时刮了一整天的风。傍晚，我早早躺下休息，却被那种怪异的情绪折磨得一直睡不着。快到11点时，我从床上爬起身，像往常一样出门散步。月光从明澈的夜空中照射下来，让古老的沙漠染上了一层病态的白色光芒。狂风暂时停歇，难以解释的虚假记忆掺杂着恐惧，化为一种反常的渴望，迫使着我向东北方走去。我在邪恶的月光下拖着沉重的脚步缓慢前行。深夜里没有一丝风，惨白的沙丘上下起伏，仿佛被冻结的海浪。我就像是被命运操纵的木偶，不知要往哪里去。我的梦境开始涌入现实世界，被黄沙所掩埋的石块似乎都来自于远古建筑中的万千房间，上面雕刻着熟悉的曲线符号与象形文字。房间与走廊，无尽的沙漠和窗外摇曳生姿的植物，不同时空的景象在我眼前重叠，我已分不清楚梦境与现实。不知走了多久，我身边出现了一堆巨石，而一股阴森而冰冷的微弱气流从巨石堆中渗透了出来。眼前的幻象陡然消失，只剩下惨白的月光、阴沉的沙漠以及古老建筑的断壁残垣。这股气流告诉我，在这堆乱石之下隐藏着一个巨大深渊。我这犹豫了片刻，某种比好奇心和科研精神更加强大的力量驱使着我，抑制住了我心中的恐惧。我掏出手电筒照亮洞口，脚下是建筑物倾覆后的纷乱石堆，大致形成一道45度通向北方的斜坡，显然是由无数年前由上而下的坍塌造成的。我穿过洞口，沿着坡道向下爬，在手电筒的光束下，左右两侧远远地浮现出带有刻痕的崩裂墙壁，而前方只有一成不变的黑暗。最终，我来到了一片遍布不规则石块、沙砾和岩屑的平地。在我左右两侧约30英尺的地方，高耸的石墙汇聚成巨大的穹顶，其较为低矮的部分已清晰可见。它们与我梦境中相见的远古建筑完全相同。毫无疑问，我脚下的这条千万年来深藏在地下的走廊，就是梦境中某个场景的原型。恐惧和困惑纠缠在一起，蚕食着我的灵魂。文字只能肤浅地描述这种天旋地转的感觉。我知道前方等待我的是什么，知道在无数高塔崩塌成灰尘、碎石和沙漠前，上一层曾经存在什么。那梦境中出现了厅堂、走廊，以及那通往中央记录保管所的廊道。当我想起那些存放于书架上的惊人记录时，一种宿命感开始催促我迈开脚步。我磕磕碰碰地穿过黑暗的深渊，屡次跌倒，摔得遍体鳞伤。我找到了向下的斜坡，沿着它向下走着，但没过多久就停下了。阻挡在我面前的是一条深不见底的沟壑，此处的石板已经被砸穿，只留下一片无法丈量的漆黑深渊。我仍记得，在这深渊的最底层，有着一扇被金属封条加固的活板门。我费了好大力气才越过这条深渊，接着又翻过一堆堆碎石，来到一条宽大的横向隧道里。从此处开始，道路变得颇为畅通。